假日出门吃饭的时候，你可能发现有些餐厅外面大排长龙，但进去才发现空位仔很多，原来是因为员工不够，所以才没有办法消化掉客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餐饮业的缺工危机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疫情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是餐饮缺工潮却一直延续到了今年。部分餐厅人手不足的情况已经达到了极限，出现有客人没员工的尴尬场面。有些老板甚至表示，如果情况继续恶化，真的就快做不下去了。这个问题除了让业者一个头两个大之外，也影响到消费者。有不少人都遇到说到外面吃饭排队等超久，一问才发现原来是员工不够，餐厅没有办法正常开放全部的区域让顾客用餐，想吃饭却吃不到。那今天的主题是我们频道会员投票选出来的题目，我们会来看看台湾的餐饮缺工到底有多严重？为什么餐饮业者就算拿出了更好的薪资，也还是找不到人？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想趁着空闲时出门走走，但又觉得要带这带那好麻烦吗？那就别错过由台湾品牌 Sliders 独家设计的 Bignix 超电力野餐行旅车。它是一台电动辅助自行车，让你在各个路段都能够骑得更省力。不仅如此，它的置物篮还能够拆下来带着走，篮子本身更是电源，不只能够充手机，接上转换器之后呢，充笔电啊、家电也没有问题。此外 ，Bignix 也提供2种容量的电池，可以自由的搭配加装在车底前后，最高电量达到了业界顶尖的每小时1080瓦特，高达200公里的续航力。透过台湾募资专案购买呢，更享有丢车赔新车、故障免费报修以及不限时间原厂回购的3大售后服务。快点击资讯的连结，前往募资页面了解更多资讯，把握现省万元的早鸟优惠吧。台湾的餐饮缺工到底有多严重？根据104人力银行发布的民生消费产业人才白皮书，从2023年的第一季开始，民生消费业的征才人数就创下了历史新高，平均每月征才38.2万人。其中餐饮业又是缺工的第一名，平均每月短缺17.1万人，甚至比第2名的零售业多了快60%。而在餐饮业里面最缺的又是第一线接待的餐饮服务生，占了餐饮缺工人数的60%。严重的缺工状况就让餐厅面临客户一直上门，但人手却严重不足，完全来不及应付的状况。很多业者表示，好不容易撑过疫情，结果客人回来了，员工却不见了，真的又快做不下去。那这个缺工的现象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其实不只是餐饮台湾其他的各行各业也都或多或少面临缺工的问题。因为受到少子化的影响，台湾的劳动人口本来就一年比一年少，再加上在疫情期间，劳动人口数呢第一次出现了负成长，导致疫情时代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缺工潮。但明明大家都缺工，为什么餐饮业看起来最严重？这个问题可以分成长期因素跟短期因素2个层面来看。先从长期因素来说，餐饮业非常耗费体力的工作条件，长久以来都是让求职者却步的原因。在餐饮业工作巅峰时段呢，要一边接待客人，还要忙里忙外出餐上菜，一个人当2个人用也是常有的情况。而且除了要在开门营业的时间里面上工，大部分的员工也需要在开门前就提前备料，关门后又要清洁打扫，工作时间非常长。就算有休息时间，但整天下来做的都是体力活，长期累积下来，对于工作者的身心常常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再来，餐饮业的工作时间呢，也跟一般朝9晚5啊、周休2日的行业不同，大部分采用轮班制，不保证一定能够在假日休假，再加上所谓的双头班的排班制度，让更多人敬而远之。因为餐厅用餐时间的特性，在下午2点到5点暂时停止供餐的时间里面，许多业者呢会安排3小时的空班给员工，让员工上完早班之后再休息个3小时，晚上才继续上班。这个排班制度呢，看似有让员工休息到，也让工作总时数落在正常范围里面。但是很多实际在餐厅工作过的人都表示，双头班制度呢，就是让他们不想要在餐饮业上班的关键。因为所谓的空班时间呢，美其名是让员工休息，但时间也没有多到可以让你回家好好放松，只能够被迫在公司里面多待3个小时，等着上晚班。很多人觉得这样等于是把一整天的时间都耗在公司，休息时间被切断，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可言。因此，对于重视工作跟生活平衡的年轻人来说，这在餐饮业里面呢，是一个又累又没有个人时间，实在很难让人坚持下去的选择，宁愿考虑其他产业，寻求更好的工作条件。那当然，也有人表示如果钱给的到位，再辛苦的工作也还是会有人做，这就可以再聊到另外一个导致餐饮缺工的因素——薪资太低。
台湾餐饮业的平均薪资长期跟不上其他行业的情况已经存在非常久了，而这个问题呢，餐饮业者们其实也知道，因此在疫情之后，很多业呢开出了更高的工作待遇，想要吸引员工。例如知名的餐饮企业竹园集团，除了宣布现有员工全面调薪 6%， 也祭出了正职人员起薪 32K， 储备店主管上看 51K 等等条件，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人力。而且这个现象也不是个案，根据调查，餐饮业疫情前后的薪资涨幅大约介于 8.6% 到 13.7% 不等。乍听之下好像蛮高的但不少人就质疑说，就算调薪了，餐饮业的薪资还是比其他的行业来的低。比如在2023年的一项调查当中，台湾全体员工平均月薪为 44K， 而餐饮业就算是持续的在调薪的情况之下呢，平均薪资也只有 37K， 在63个产业当中排名60等于是倒数第4名。还有人表示，餐饮业加薪的状况大部分也还是发生在规模比较大的大企业，很多小商家还有传统小吃店其实根本没有改变多少。综合上述来说，餐饮业工作辛苦，工作时间长，薪资又相对比较低，这些长期的问题导致他们一直面临缺工状况。而在疫情之后，这个情况又变得更加严重了。在疫情期间，有很多的餐饮业者都遇到了很严重的打击，被迫要大量裁员。所以在解封之后，本来就已经有一个蛮大的人力缺口存在。但也因为疫情解封民众出现了报复性消费潮，需求大增之下呢，很多店家也趁这个机会开始大幅的展店，导致餐饮业的人力需求比疫情前还要大，人才缺口也一直突破创新高。人力的需求增加了，可是人力的供给却似乎比之前更少。因为在疫情期间呢，有很多被裁员或是放无薪假的餐饮业员工都选择投身到其他行业去，像是疫情期间强势兴起的外送业，还有薪资条件一直都比较好的电子业科技业等等。在疫情结束之后，这些人也已经习惯了新的行业生态，再加上餐饮业的整体工作条件也没有比较好，导致这群员工没有什么意愿回流。另外，原本是餐饮人才库的学生族群呢，也因为前面提到的那些薪水低、耗体力、假日要上班等等的原因，越来越不想要到餐饮业打工。再加上网络新兴产业崛起之后，工作选择相对更多元，学生投入餐饮业的人数锐减，让缺工问题雪上加霜。那问题就来了，根据最简单的供需法则，只要雇主愿意提高薪资，劳工应征意愿就会提高吧？为什么餐饮业者不多加一点点薪水就好了呢？对不少业者来说，要多加薪水可能还真的有点勉强，因为餐饮呢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在成本结构里面，劳力的成本占比通常比较高，尤其是规模较大、员工数比较多的公司，只要开始调整新进员工的起薪，旧员工的薪水也要一起增加，人事成本就会大幅的上升，冲击到获利。而提到获利，餐饮业也不像科技业、制造业很难透过提升技术去大幅的增加利润。举例来说，就算你今天能够做出非常厉害的水饺，每份水饺的成本都是固定的，要压下来很不容易。那如果成本压不下来，转嫁给消费者，提升利润怎么样？那这又会涉及到餐饮作为日常基本消费，民众对于价格比较敏感。一颗水饺再怎么厉害，你卖到50块一颗，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没有办法接受。因此，基于这个产业特性，业者想要赚到提升产值，赚够多的钱去提升整个产业的平均薪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目前来说，某些大集团还算是有空间为员工调薪，但大部分餐饮业者能够加薪的幅度有限，而且在调整完之后，数字也依然赶不上其他行业的平均薪资，让缺工问题又掉入了死胡同里。所以，大缺工时代真的无解吗？为了尽快化解目前严峻的缺工问题专家与学者建议，除了需要更大幅度的调整薪资，也应该要更注重员工的薪资福利与职位发展，要让员工得到合理的薪水跟发展性的未来，才有让员工有动力稳定留任，进而缓解缺工问题。那如果碍于产业限制，没有办法给出那么高的薪水跟福利，那也可以从改善工作环境开始。比如说，目前让人却步的双头班制度，如果可以变得更弹性，避免员工太长的工作时间，那一定程度呢会增加大家加入餐饮业的意愿。而另外，针对少子化导致的长期缺工问题，也有专家建议餐饮业呢可以把招募精力投注在中高龄就业人口上，规划跟培养跨世代族群的工作职能，创造全龄友善的职场环境。在进入观念以前呢，我们想要先特别的感谢志毅机械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像今天这支影片的主题呢，就是会员投票选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或是有特别想要讨论的议题，都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个月跟大家一起讨论，票选有兴趣的主题。
好的，话说回来我们觉得餐饮缺工问题的讨论，很多时候都是聚焦在价格的问题上，因为员工呢觉得薪水太低不想做，老板觉得利润太少没有办法加薪，而想要改变这个状况，我们其中一个很直觉的想法就是让餐饮价格涨价，提升整个产业的利润，就有办法为员工加薪。不过，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就会直接影响到日常生活。现在到处都可以享受到便利的餐饮服务，未来很可能需要付上更高的代价，要大家花更多的钱去买这些服务。那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观察，也不一定正确。所以最后呢，想来问大家，如果你想要投入餐饮业，你最看重的条件是什么呢？A. 薪水有钱够多的话，其他条件都可以接受。B. 工时一定要合理，不能够影响到生活品质。C. 轮班制度如果不一定能够休假日，我不太行。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餐饮业缺工的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外送员以及护理师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就明晚再见喽。